大家好，我是某尼克张思宇。今天我会为大家分享一款柔美自然风格的发型。接下来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会为大家一一的去讲解细节的部分。今天我们打造柔美自然的风格，我们采用的手法呢是水平的上下。然后我今天选择的电棒呢是32号的，然后温度会开到180度。然后我们现在观察到发长的距离是这么长。然后我想分3层，所以我每一层的卷度呢都要略微的上去，所以我在第1层夹的时候，距离不会说夹的特别的高，我要给上面的头发去留一些空间可以走。好，所以我们水平的电棒也只是平行的，好往上。那我在夹的时候呢，我会把下面的这个幅度做的比较有力，然后我上面的幅度会越来越柔。夹完以后呢，我们在第2片的时候就要考虑，我要整个形态是连接的，上下的连接感是非常好，所以呢，我需要把这一个卷曲度的凸点跟凹点去错开掉。所以我这边呢夹的是一个往外的，然后我这里就要开始往内去夹。好，继续平行的往上，保持电棒上小于1圈的头发的这一个圈数。越往上走的时候，圈数就越小，这样子我们夹出来的整个的波纹感就是发尾会比较有力。越往上走的时候，整个卷曲度是比较柔和的一个印象。然后这个模特的头骨呢，其实是比较宽的，头骨。如果我们顶部不去做蓬松，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短的刘海，我也不太喜欢把头顶去做的特别的高。因为做很高的时候，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的连接感会不好，所以我通过起卷的位置来平衡我们头骨的这一个宽度。因为如果说我们把卷曲的位置夹得过高的时候，头型就会偏空。好，继续再往上做。有这些比较碎的这些发尾，我们就要垂下来看一下它的幅度在哪个位置，去卷一个跟它的纹路能够融合的一个幅度就可以。那么打造柔美自然的风格呢，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就是不要让我们的纹理感的这个方向性是一致的，而是我们上下左右都要去给它错开。这样子我们的纹理才会有比较松散、有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去产生。因为如果我们的纹理都是一样的时候呢，它的方向性、流向性都是比较统一的，那整个形态的空间感会比较少。好，到了比较重要的这一个位置了，这一个位置呢，一般我们要考虑就是头顶的这个高度跟这个宽度的配合。首先你可以自己假设一下，我大概在哪个位置做宽，这个头型是平衡的。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起幅度是 OK 的，但是这个幅度不宜起得太宽。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夹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个地方不宜太宽的时候，我的力度就要放柔和。好，同样的，这里往内，我们这里就往外去夹。好，轻轻的给到一点点，圈数不要太多，让它这个位置产生一个柔和的这种印象。好，为了保持这一片我们有一个凸凹点的制造，那我们这个向外的时候，这里就是向内的。好，表面的时候我夹的圈数都是比较少的啊，注意看我都是一点点。好，越到上面轻轻的压一下，就不需要去把它整个卷度夹的特别的拱起来。好，最后检查脸周这些比较
碎的这些头发，同样的加一个幅度。好，在刘海这里收紧一下。打造柔美自然的时候，我们尽量在脸周的位置的幅度放的力度感稍微的要有一些幅度，所以我停留的时间是比较的长的，让它的幅度感呢有力一点点。好，尽量的让刘海的位置不要特别的散的状态，停留久一点。中间的往下卷，两侧的就是往后卷。好，在表面的位置呢，再拿一小束去把发干去做一个连接，让它中间这里是蓬松，两边这个位置是收紧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侧呢，我们手法是一样的，尽量的要去滑行啊，不要固定在那个位置。好，比较碎的头发，我们就给它拿起来自然垂落，看一下在哪个位置起幅度会比较好。跟它的纹理是要错开的，平行的向下，发尾的力度强，越往发干走的时候，力度就去给它放柔掉。一定要保持电棒是平行，发片是展开的，这样子夹完以后，我们整个卷曲度它是不会斜掉。有很多同学其实在夹这个方式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倾斜掉啊。分3层的话，表面这一层分的要薄一点点，中间跟下区就是下区最后，中区适中，然后上区越薄。平卷向下，好，水平的向上。脸周的这些幅度就要垂下来看，跟着它这个。上下左右都是错开的啊。柔美自然的风格呢，我们在打造的时候，切记把头发做得过于的硬，还有在上到一些湿花品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的头发上出那种非常湿润的这种效果，而去丢失了头发本身比较干燥的这种印象。柔美自然的风格其实一定要记住，要保留头发一部分真实的质感，只在小部分的位置去增加一些我们比较有光泽的这种位置啊。好，在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侧的位置不需要去夹得非常的对称啊，因为夹这个手法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把整个齐卷的位置夹得对称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头型就会显得比较宽。所以我们在夹的时候，尽量的起幅度的高度一定要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高跟低错开一下。好，平行的。后区的位置我也是采用3层，然后第1层、第2层它的功能性都是用来做底线的。然后因为我不想它下区的位置过于的凌乱，所以我们在夹的时候呢，不需要把位置夹得过高。那我在这里呢，只会采用2个卷啊，就2个 C 型，让它呈现一个 S 型就可以。好，让上面的位置给它过一下，直的到幅度的一个过渡。继续采用水平的向上。
好，这里就是直的跟弧度呢，稍微的过一下下就可以了。记住，我们第一层跟第二层的功效都是做底线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把卷度加得过高。因为我们这一区，如果你的卷曲度加的越高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头发放到前区去的时候呢，头发会越容易乱。然后还有一点，下半部分的扩张度会比较的多。水平的向上啊，然后滑出来，然后再水平的向下。当我们发片呢比较厚的时候，温度过的时间可以稍微的长一点点。就是说发片越薄的时候呢，那我们过温就要快一点点。低角度去上电棒，不要高角度啊。发片越厚的时候，你的角度越高的时候，那受热的位置会没有那么的均匀。低角度，好，水平的，上面的位置只需要过一下。好，表面的第3层的这个位置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要看一下侧区的这个位置，它的高度是在哪个位置？那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比这个高度更低一点点，因为我们都是水平在卷。记住啊，水平在卷的时候是很容易让头型变宽的。那么，如果为了不显头型宽呢，就尽量不要把水平面放在同一个面上面。或高或低，这样子我们整个形态出来的时候呢，才不会是产生一个横的面比较的拱起来，或者头型会显得比较大。所以为了不让头型大，我们可以用卷曲度的力度来控制，我们也可以用卷曲的高低来控制，就是同样的方式，但是我们把卷度放大，或者我们卷的位置偏低，都可以或多或少改变这个头型的宽度啊。好，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头型就已经夹完了。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打理。打理的时候呢，因为模特给我的感觉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硬朗跟大气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在打造这种柔美自然的风格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线条做的稍微的粗一点。因为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那个模特是非常柔和的，所以我们把线条处理的会比较细一点。但是这个模特的话呢，我们会要把它的线条处理的稍微的粗，然后质感稍微光滑一点，会符合它本位的这种感觉一点。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去梳理，把它的头发呢去梳出柔和度，不要有夹过的这种硬啊，我们梳出它的柔和感，让它整个形态呢是比较有润度的。当我们用手把整个轮廓的形态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只需要在增加束感的地方去打造一点点湿化品就可以了，不需要全头的去释放一些很多的这种湿化品的印象，尽量的要让它整个头发是要有一些空透性，然后有一些透光性，这样子才会得到一个比较柔美自然的这种印象。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款柔美自然风格的发型呢，卷完以后打理出来的效果一定第一要有一些空间感、透光性。第二，那关于线条的粗细呢，我们是根据模特五官本身的这种亮感来决定。今天这个模特的五官亮感其实是偏大的，所以我的线条都会做的比较的粗一点、硬一点的这种质地。那当我们碰到比较柔和的女性的那种五官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线条做得再细腻一点点，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要参考人物本身的一种感受。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第一组柔美自然风格的发型呢，我们打的只有一个单灯，那就是我们的在模特的左前方我们会放了一盏闪光灯，然后闪光灯呢是漫反到墙上，墙上的光然后再反射到模特的这一个脸上和头发上，然后在模特的两边呢我们会加了一个泡沫板去反光反到脸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组光效最主要是制造一个柔和均匀有质感的一个光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效果。通过漫反的光呢，整个光质会显得比较柔和均匀的这样子的光质。也就是说我们在拍摄这种比较商业有质感的时候，如果需要我们整体的环境、头发、人物显得比较柔的时候，可以选择用单灯漫反的方式，让整个画面变得比较柔和。接下来我们第二组的灯光是黑白照的高对比，我们会在模特的后方会放一盏闪光灯来增加轮廓的光影，然后在模特的两侧我们会放了一块吸光板和反光板，用来做两边的光影的一个对比度。然后在模特的左前方我们会有一盏闪光灯，来增加头发的整个光泽度跟质感，以及面部的这种清晰度的质感。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照片上有轮廓的位置呢，会有一些光影，就是后侧的灯光所打出来的。面部的厚实的这种质地，就是用闪光灯和雷达照的效果制造出来的。然后会